沉默，别给脸不要脸！海牙村现在是我说了算。哥，我怕。陈建海，你别忘了，当初你盖房子取皮肤，全是我爸出海拿命搏来的。现在他尸骨未寒，你趁着台风天抢绝户财产，你就不怕半夜我爸从海里爬出来找你索命？小兔崽子，你找死！只要我沉默不死，这笔血债，我要你们千倍万倍的还回来！造孽呀！陈老大刚走报道1个月，他就把亲侄子往死里逼。这么大的台风，这不是要2个娃娃的命吗？嘘，你小声点。他把着村里渔业，谁帮沉默，明天就别想下海捞鱼。小丫，哥把衣服给你盖上。哥，你穿着，小鸭不冷。哥火气旺，不冷。哥答应过爸要照顾好你，就算天塌下来，哥也给你顶着。哥，我好渴，头好痛。不行，这破棚子一旦塌了，我们俩都会被压死在里面。哥，你别走。小丫别怕，哥去前面的泥滩上捡几块废船板，顶住大门和房梁。你闭上眼睛数数，数到100，哥就回来了。那是什么东西？被人打瞎了一只眼，被同类排挤，连这该死的海浪都想吞了你吗？跟我一样，都是被逼到了绝路，但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，对吧？撑住！老子今天偏不信命，我拉你上来！别乱动！我不是来杀你的，我是来救你的！你想活命就给老子老实点儿！真是个硬骨头。从今天起，你跟我混，看你一身黑羽，骨头又硬，以后你就叫黑将军。走，跟我回家。怎么更烫了？小丫，小丫，你醒醒，别睡，跟哥说说话。哥，冷。小丫，小丫，你醒醒，别睡，跟哥说说话。哥，冷。我感觉像在水里飘着。我是不是要去找阿鳖了？瞎说什么？阿爸在天上护着你呢，阎王爷不敢收你。哥现在就带你去县城看大夫，给你抓最好的退烧药。饿了吧？吃吧。小丫咽不下去，我留着也没用。吃饱了，你就自己飞走吧。我陈默现在连亲妹妹都快养不活了，留不住你。你这扁毛畜生，怎么好像吃了一口神丹妙药一样？你想帮我？好，台风刚过，海滩上绝对卷上来不少好货。今天就算把这片海翻过来，我也得搞到救小丫的钱。建海说，这台风天刚过，大家伙都等着捡点海货填肚子呢。你让人把金沙湾拦上，算怎么回事啊？吵什么吵？村委昨晚刚开的会，为了保护村集体的财产安全，这金沙湾从今天起由村里统一组织人手打捞，闲杂人等一律不准进。听不懂人话是吧？这片滩涂现在是我爸统筹，想进去捡漏也行，捡到的海货必须按市价的1半卖给村委，不然谁也别想把东西带出这片沙滩。哟，大家快看，这不是昨晚被赶出家门的绝徒陈默吗？怎么，昨晚没在茅棚里冻死，今天还有闲情气质跑来遛鸟了？这黑不溜秋的什么破玩意儿？野鸡啊！这黑不溜秋的什么破玩意儿？野鸡啊！滚开！好狗不挡道！小兔崽子，你骂谁呢？我告诉你，陈默，金沙湾今天全被我们陈家包了。陈默，我劝你识相点儿，你妹妹发高烧快不行了吧？你现在跪下来求我，
把你手里那份断绝关系的字据签了，彻底滚出海牙村。我或许大发慈悲，赏你2块钱，带你妹妹去卫生所看病。陈建海，人在做天在看，这金沙湾的破鱼烂虾，你们自己留着下载吧。今天我陈默要是赚不到给我妹妹救命的钱，我半夜就去烧了你家的大瓦房，大不了咱们同归于尽。呸！什么东西？往那边走是石礁，那里暗流漩涡，连机动船都能卷进去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赶着去投胎啊？水流太急了，下面全是一个个的漩涡，人要是跳下去，憋不到半分钟就会被卷进石头缝里撞成肉泥。不行，小丫还在等我，就算死我也得摸个值钱的东西上来。黑将军，你的意思是你下去？黑将军，下面的暗流能把你撕碎的，快上来！我真是疯了，我怎么能让一只鸟替我去送死？老天爷！这是野生鲍鱼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鲍鱼？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海货，这是能救小丫命的金元宝。陈建海、陈耀祖，你们为了几百块钱的破鱼烂虾沾沾自喜，把我们往绝路上逼。你们绝对想不到，这片没人敢下的死人礁里，藏着能买下你们10栋大瓦房的宝贝。黑将军，干得漂亮！走，我们现在就去县城里最大、最高档的国营饭店。今天我要让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把肠子都悔青。哎呦喂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！爸，您快看看，这是哪个讨饭的？要饭要到国营饭店门口来了。陈默，你个小兔崽子！陈默，你个小兔崽子，不在海滩上等死，跑县城来干什么？你这身穷酸气，把饭店的地砖都踩脏了。这大路朝天，国营饭店是你家开的，我来卖海货，关你们什么事？卖海货？就凭你？金沙湾都被我们包了，你去哪儿弄海货？去交捡死鱼烂虾了吧？我告诉你，这第一国营饭店的王主任，那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。你拿一堆臭鱼烂虾来这里丢人现眼，当心人家保卫科把你当盲流抓起来！吵什么吵？陈建海，这就是你们海牙村今天送来的货。吵什么吵？陈建海，这就是你们海牙村今天送来的货。这青蟹都死了一半了，小黄鱼连2两都不到，你拿这种破烂玩意儿糊弄我！市里的领导明天下来视察，你让我给领导吃这玩意儿？哎呦，王主任，您消消气，昨晚不是刚刮了台风吗？大货都躲进深海了，这已经是我们村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货了，您多担待。担待个屁！领导指名道姓要吃顶级的海珍品，你给我搞这些烂鱼充数，这批货我最多按8分钱一斤收，多1分都没有，没有好货，以后你们海牙村也别往我这儿送了。王主任是吧？您要顶级的海珍品，我这里有。陈默，你疯了！陈默，你疯了！你想死别拉着我们海牙村垫背。王主任，这小子是我们村的绝户，昨晚刚被赶出家门，他筐里绝对是海滩上捡的臭鱼烂虾。小伙子，别在这里捣乱，我这儿收的是国宴级别的海鲜，不是收破烂的。是不是破烂？您看一眼不就知道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纹路，这厚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不就是2个大点的鲍鱼吗？王主任，这玩意儿能值几个钱？闭嘴！你个没见识的土包子！这是普通的鲍鱼吗？这是普通的鲍鱼吗？
这是纯野生的极品黄金双头豹，一斤只有2只，才叫双头豹。这体型，这起码一只就有1斤半。我干了20年采购，只在去京城钓鱼国公馆进修的时候，远远见过一次这么大的货。这可是真正能上国宴、能延年益寿的深海老古董啊！国宴，这小子怎么可能摸到这种东西？王主任，您是行家，我也不废话。这2只极品双头豹，您开个价。如果价格不合适，我立马去隔壁市的友谊宾馆。听说那里专门接待外宾，最缺这种稀罕物。别！小兄弟，你这货要是流出我这饭店，我这采购主任也干到头了。这样，380块，这2只双头豹，我代表县第一国营饭店以380块钱的天价收购。这是我能动用的最高特批权限了。380块，王主任，您疯了吧？他陈默就是个绝户，他凭什么拿这么多钱？这鲍鱼肯定是他从我们海牙村集体海域偷的，这钱得归村委。爸，你快说话呀！对，这鲍鱼是海牙村的财产，我是村长，这钱必须交给我统筹安排。陈建海，昨晚你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我已经跟你们陈家、跟海牙村没有任何瓜葛。这鲍鱼是我拿命从断头礁里摸上来的，你敢碰一下试试？这鲍鱼是我拿命从断头礁里摸上来的，你敢碰一下试试？陈建海，你反了天了！敢在我这国营饭店门口抢劫！小刘，叫保卫科的人出来，把这2个臭鱼烂虾给我轰走！以后他们送来的货，我一概不收。护士同志，给我开最好的退烧药，要进口的那种特效西药，还有消炎针。这麦乳精可是紧俏货，5块钱一罐呢。再给我装30斤精白米，10斤五花肉，还有那批崭新的的确法拉红碎花布，扯上5米，我要给我妹妹做新衣服。快看，那是陈默吗？快看，那是陈默吗？我的天哪，他背的那是什么东西？那是麦乳精，他居然买得起麦乳精！这小畜生，他哪来的胆子这么花钱？380块，那本来应该是我陈建海的钱啊！哥，好香啊！我是在做梦吗？我好像闻到了肉味，还有白米饭的味道。小丫没做梦，哥今天赚大钱了，以后哥不仅让你天天吃肉，还要带你去大医院治眼睛。总有一天，哥要在全村最高的地基上盖一栋比陈建海家还要好10倍的大洋楼。从今天起，所有近海滩涂、浅滩瑶石一律划归集体，严禁私人下海私自捕捞。这是为了防止恶性竞争，为了咱们村的整体利益。这不就是变相让咱们把捡来的海货都上交吗？以前哪有这规矩啊？谁在那儿嘀咕呢？这是为了你好，个人下海安全有保障吗？如果不配合的，那就按照违反村规有约处理，直接取消承包资格。村长，您的意思是近海滩涂我都不能去了？你可别想着再偷摸去金沙湾或者是断头礁了。现在村里专门组织了巡逻队，逮到一次罚款500块。你那2只鲍鱼换来的钱，交得起罚款吗？那破舢板，你要是敢开到深海去，没等你赚到钱，海浪就能把你给吞了。到时候别回来求村委救你。黑将军，近海被封锁，咱们只能去深海区，那里风浪大，还有暗礁，怕不怕？好，那就让陈建海这帮人守着他们的滩涂做梦去吧。
咱们去深海抢饭吃。怎么了？发现猎物了？那是海蛇群，这种毒蛇被咬一口就没命了。干得漂亮！龙涎香，竟然是顶级龙涎香！龙涎香，竟然是顶级龙涎香！老先生，我想鉴定一下这个东西。这是龙涎香，而且是极品的灰琥珀色。年轻人，这东西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运气好，出海捡的。您给个价吧。这东西极其罕见，现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。这样，我给你2000块，这是一笔巨款，你可想好了？成交。陈建海想要封锁我，想要让我活不下去，太天真了。等这笔钱变成更多的物资，等我把小洋楼盖起来，看你们这些所谓的村委还有什么底气来跟我斗！真是邪了门了，真是邪了门了！这半个月连个虾米都没看见，海里的鱼难道都死绝了吗？爸，再这么空跑下去，咱们买柴油的钱都要借高利贷了。闭嘴！还不是你非要开机动船去深水区捞大货？现在好了，连油钱都亏进去了，全村人都指望着我这个村长带头致富，现在连个毛都捞不着。村里那帮人已经在背后戳我脊梁骨了。陈村长，前几天你不是说村里的近海滩涂要统筹管理吗？我今天来是来照顾你生意的。村东头那片最偏僻的乱石滩，我要承包1个月，这500块钱是承包费。500块，500块！陈默，你是不是去抢银行了？你哪来这么多钱？陈默，这可是你自愿承包的。村委的规矩，承包费一交，概不退还。那片乱石滩现在起归你了。不管你捞上来什么，或者是捞不到东西亏死了，都跟村里没关系。哈哈哈哈哈！少废话，白纸黑字盖上村委的公章，从今天起1个月内，乱石滩就是我陈默的私人地盘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敢去乱石滩动1个海螺，就是偷窃。哈哈哈哈哈！爸，这小子绝对是疯了，花500块去承包一个连螃蟹都不拉屎的乱石滩，我看他是真把自己当海龙王了。陈老大一世英名，怎么生出这么个傻儿子？那可是500块钱啊，能在城里买个大件了，就这么扔在乱石滩打水漂了。唉，这就是搞个人英雄主义、搞封建迷信的下场。捕鱼要讲究科学，他陈默在这儿装神弄鬼，简直是我们海牙村的耻辱。来了，黑将军特命的大鱼群终于来了。那是什么？海怎么变成金色的了？老天爷啊！老天爷啊！大黄鱼，全是极品野生大黄鱼，这得有几千斤啊！海龙王显灵了！海龙王真的显灵了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发财了！这要是全捞去卖，能卖好几千块钱啊，抵得上我大机动船干3年的了！快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这乱石滩是海牙村的集体土地，这些鱼是海龙王赐给全村的，马上拿筐去装，把鱼全给我拉回大队部，一条也不许给陈默留。谁敢越过这条线一步，我手里的铁锤今天就砸碎他的脑袋！谁敢越过这条线一步，我手里的铁锤今天就砸碎他的脑袋！
陈默，你敢拦我们？这海是大家的，这鱼也是大家的，这鱼也是大家的。你一个人想独吞，你也不怕撑死？陈建海，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按照合同，这1个月内，这片滩头上哪怕是落下的一根鸟毛，也是我陈默的私有财产。你想抢？好啊，你去县保安局告我啊，看看穿保安制服的人是抓我，还是抓你这个带头抢劫的村长？你这是诈骗！你早就知道这里有鱼群，你故意套我的公章。我就是知道又怎么样？我就是明着套你的公章又怎么样？你贪图我那500块钱的时候，怎么不觉得是诈骗？陈耀祖，陈耀祖，你刚才不是说我要是能捞出半斤鱼，你就把滩涂上的泥生吃了吗？今天我不仅捞出来了，我还捞了一座金山。这满地的烂泥，你是准备清蒸还是红烧啊？乡亲们，安静！今天开会，上面要求咱们村管辖范围内的几个印海荒岛，必须分帮到户，发展海岛养殖和捕捞。承包海岛，咱们连饭都吃不饱，哪有钱去搞那个？这是任务，不包也得包。不过大家放心，条件好的岛，村委已经内部认购了，现在就剩下骷髅岛。必须要有人能挑起这个重担。骷髅岛，骷髅岛，村长，您别开玩笑了，那地方暗礁密布，去那里的船10条有9条得沉，谁敢承包那片死地呀？怎么没人敢？咱们村不是有个发大财的陈默吗？陈默，现在正是你回报村集体的时候。这骷髅岛，你不包，谁包？哦。陈耀祖，既然回报集体这么光荣，你怎么不自己包？你少废话！我是村干部的家属，得避嫌。再说了，咱们村现在除了你，谁能一次性掏出500块钱？这叫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陈默，今天这骷髅岛，你包也得包，不包也得包。你要是不接，就是跟全村人作对；你要是不接，就是跟全村人作对。以后海牙村的码头，你的船一辈子都别想靠岸。500块是吧？我包了。好，陈默，这可是你自己答应的，大家都听见了啊！白纸黑字，钱货两清。钱我可以交，但你要在这合同上给我加一条：自签字起10年内，骷髅岛及周边1海里内的所有海域资源，全部归我陈默个人所有。海牙村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踏入半步。海牙村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踏入半步。你敢不敢签？签？怎么不敢签？沉默啊，沉默！我祝你在那座死人岛上挖出金山银山！陈村长，借你吉言，到时候你别眼红就行。爸，高！您这招借刀杀人实在是太高了。500块钱啊，硬生生从那小子手里抠出来了。500块钱啊，硬生生从那小子手里抠出来了。那骷髅岛连草都不长，我看他以后吃什么？吃什么？哼，他连命都快没了，还吃什么？最近正赶上天文大潮，骷髅岛暗礁外围的暗礁全被海水盖住了。只要他敢开船过去，我保证他跟那艘破木船一起沉进海底喂鲨鱼。绝门就该有绝门的下场。
黑将军，下去探探，看看这座鬼岛底下到底藏着什么。看看这座鬼岛底下到底藏着什么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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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陈建海啊，陈建海，你费尽心机想让我破产，却只用500块钱就把这一座堆满雪燕窝和野生大海参的金山卖给了我。黑将军，在上面给我看好了水面，今天咱们不把这溶洞里的宝贝搬空，绝不回家。今天咱们不把这溶洞里的宝贝搬空，绝不回家。发财了，这次是真的发大财了。这批货，别说是盖个红砖大瓦房，就是盖全村第1栋2层小洋楼都绰绰有余。陈建海，陈耀祖，你们不是等着看我在骷髅岛暗礁家破人亡吗？你们给我睁大狗眼等着，等我的2层小洋楼在全村最高的地基上拔地而起的时候，我要看看你们那副嫉妒的嘴脸。这是极品血旺窝，还有这么多野生的黑玉大海参。我的老天爷，这成色，这大小，简直是100年难遇的极品啊！老先生，货您都验过了，骷髅岛底下下特产，绝无仅有。这2大麻袋，您开个价吧。小伙子，你这是挖到了龙王爷的草库啊！这批货要是送到省城去，绝对能引起那些大把老板的疯抢。这样，我也不跟你来虚的，一口价8000块，外加10张特批的钢材和水泥票，成交。不过我要你立刻帮我联系县城最好的施工队，今天就拉着材料进海崖村。我的亲娘嘞！我的亲娘嘞！那是解放牌大卡车，1、2、3，整整5辆大卡车，车上拉的全是红砖、水泥和钢筋。陈老板，您看这地基选在哪儿？只要您一句话，咱们县城第1建筑队立刻给您破土动工。就盖在这里，我要在这全村最高的地基上盖一栋带大露台、贴瓷砖的2层小洋楼，材料全都用最好的，钱不够我随时补。2层小洋楼还要贴瓷砖？这陈默是在骷髅岛挖出金山了吗？他前几天才花了500块，今天又要花大几千盖洋楼。谁说骷髅岛是死人岛的？那简直就是座宝岛啊！陈建海那个老东西瞎了眼，500块钱就把宝岛送给了陈默，现在陈默要成万元户了。爸，你看我这身行头怎么样？爸，你看我这身行头怎么样？今天可是供销社主任千金李娟来咱们家认门的大日子，只要李娟一进咱们这全村唯一的大瓦房，绝对迷得走不动灶，这门亲事就算彻底定下了。那是自然。你老丈人可是镇供销社的主任，手里把着各种紧俏物资的批条。只要你娶了李娟，以后咱们家在镇上就能横着走。陈默那个绝户，这会儿估计已经在骷髅岛喂鲨鱼了。等他死了，咱们再想个办法，把骷髅岛的承包权重新拿回来。到时候，村长，不好了，天塌了呀！好什么丧！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什么天塌了？陈默他没死，他从骷髅岛回来了。他不仅没死，他还雇了5辆大卡车，拉着钢筋水泥，在村头最高的地基上正在盖2层小洋楼呢。你说什么？盖小洋楼？你说什么？盖小洋楼？他哪儿来的钱？不可能，他绝对有500块钱全交了承包费，他拿什么买钢筋水泥？走！我不信，我要亲自去撕穿他的戏法。娟儿，你可算来了，一路辛苦了吧？快，我家在这边，全村最气派的红砖大瓦屋就是我家。常耀祖，你不是跟我吹牛说你们家住的是全村独一无二的豪宅吗？那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可是县城里的大老板才盖得起的带露台的小洋楼啊！这是哪位大户人家在盖房子？娟儿，你别看了，
这不过是个打肿脸充胖子的穷光蛋在瞎搞。穷光蛋，陈耀祖，陈耀祖，你是指我这个刚刚花了8000块钱买建筑材料，准备盖全村第1栋洋楼的穷光蛋吗？这小洋楼是你的？你是谁？你也是海牙村的？李姑娘，这可是我们海牙村现在最有钱的陈默陈老板，人家可是把骷髅岛给包下来了，赚了大钱，连县城的施工队都对他客客气气的。而且人家陈默到现在还是单身，连个对象都没有呢。陈耀子，你这个骗子！你天天在我面前吹嘘你们家只手遮天，说你们家的红砖房是宫殿，结果呢，人家随便建个地基，都比你们家的破瓦房气派10倍。娟儿，你听我解释，那小子是个绝户，他的钱来路不明啊！别碰我！我李娟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，但也绝不会嫁给你这种满嘴跑火车、打肿脸充胖子的骗子。这门婚事今天彻底作废，你以后别再来镇上找我。这门婚事今天彻底作废，你以后别再来镇上找我，看见你我就觉得恶心。没了，全没了，供销社的批条没了，我的婚事黄了。陈默，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盖房子？你赔我的老婆，你赔我的前程，我杀了你，我杀了你啊！陈耀祖，你记不记得台风那天晚上，你在2楼嗑着瓜子是怎么嘲笑我的？你不是说我这绝户连海龙王都不收吗？你睁大的眼睛看清楚，这栋小洋楼就是海龙王赐给我的，我会让你们一家眼睁睁地看着我怎么飞黄腾达，而你们是怎么一步步陷入泥潭翻不了身的。陈默，你这个小人！陈默，你这个小人！我的骷髅岛，我的摇钱树啊！不好了，陈村长气得心脏病犯了，快补车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8000块，他陈默一个绝户，竟然眼都不眨就掏出8000块钱盖洋楼。娟儿也跟我吹了，供销社的批条也没了。爸，我不甘心啊！凭什么他吃香的喝辣的，我们家成了全村的笑话？耀祖，你先别急，骷髅岛既然有宝，那他陈默就守不住；骷髅岛既然有宝，那他陈默就守不住。等我出院，我就去镇上托关系，说陈默搞资本主义倒把，把他的承包合同作废。等你出院，黄花菜都凉了。等他那2层小洋楼盖起来，全村人就只认他陈默，不认你了。今天晚上，我就要去把骷髅岛底下的宝贝全挖空，那是我们海牙村的财产，凭什么便宜他？你疯了！骷髅岛那里暗礁密布，根本不是一般人能去的地方。而且现在村里的渔船钥匙都在我这儿。逆子，把钥匙放下！你想去送死吗？送什么死？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陈默一个人都能挖出金山，我带着人去，今晚就能把那地方搬空。陈默一个人都能挖出金山，我带着人去，今晚就能把那地方搬空。爸，你就在这儿等着我发财的消息吧。耀祖，你给我回来！耀祖，你确定那什么骷髅岛下面有极品燕窝和大海参？要是让我们兄弟白跑一趟，这船油钱你可得双倍出。刀疤哥，你放心，白天陈默那小子盖洋楼的阵仗你没看见吗？绝对千真万确。只要咱们今晚干一票，明天咱们也能去县城买大彩电。好，不过那鬼地方水流急，咱们兄弟水性一般，潜不下去，所以我特意脑来了这个好东西，开山用的变竹。管他什么溶洞暗礁，就算是海龙王的老巢，我也给他搞个底朝天。好，连根毛都不给陈默留下。刀疤哥，赶紧上船，趁着夜色咱们发财去。刀疤哥，赶紧上船，趁着夜色咱们发财去。耀祖哥，这风浪太邪门了，四周全是一个个的漩涡，要不咱们回去吧？回个屁！8000块钱就在水底下等着咱们呢。我虫耀祖今天就算是死，也要抱着金砖死。刀疤哥，点变竹，往那些漩涡里扔，把底下的洞给炸开。都给老子闪开！看老子给他开个大天窗！呀！炸药掉进去了，快跑！要爆炸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
耀祖，你个王八蛋！你不是说这是摇钱树吗？老子的命都快搭在这儿了，现在船炸了，我们怎么回去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这里会有暗礁。你们看那是什么？鲨鱼，是白鲨群。鲨鱼，是白鲨群。啊！船没了，耀祖真的把机动船开走了。刚才爆炸的是我的船。耀祖啊，你糊涂啊！那地方是能随便去的吗？救人，快救人啊！大强，你水性好，你开村里的大木船去骷髅岛把耀祖救回来。我给你钱，我给你100块。村长，你别开玩笑了，你给我1000块我也不去啊！这种风浪，木船一出防波达就会被浪打翻，去就是送死。难道我就眼睁睁看着我儿子死在海里吗？村长，木船去不了，但陈默刚买回来的这艘钢铁大船，吃种风浪绝对能开过去。现在整个海牙村只有他能救耀祖，现在整个海牙村只有他能救耀祖。陈默，我求求你，耀祖在骷髅岛出礁了，船炸了，你开这艘大船去救救他吧，去晚了他就没命了。陈建海，大晚上的别在这儿耗丧。他陈耀祖贪心不足，想去偷骷髅岛底下的东西，那是他自己找死。我这大船烧的是柴油，不是白开水，凭什么为了一个贼去冒风浪？陈默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耀祖平时再怎么不对，那也是你亲堂哥呀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你们可是一个血脉啊。就是啊，你现在发了大财，连钢铁大船都买得起，怎么心这么狠呢？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你二叔断子绝孙吗？做人不能这么绝啊！一个月前，那个台风夜，我妹妹高烧快40度，陈建海为了霸占我爸拿命换来的红砖房，带着人拿着顶门棍，把我们兄妹俩像赶野狗一样赶进海滩上漏雨的破茅棚里。那个时候，你们谁站出来说过一句打断骨头连着筋？他陈耀祖站在2楼喝着茶，嗑着瓜子，泼我一身洗脚水，说连海龙王都不收我这橛子的时候，你们谁站出来说过一句做人不能太绝？陈建海，我陈默不是圣母，我这人恩怨分明。你想让我出船救你儿子，可以，但我没有白吃的午餐。我给钱，我出油钱。陈默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。钱？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。想让我开船，把这份协议签了。你这是趁火打劫！你这是趁火打劫！你让我交出村长印把子，还让我写罪己书！你这是要我陈建海在海牙村彻底身败名裂，一辈子抬不起头啊！我就是趁火打劫，你又能拿我怎么样？最多还有半个小时。你儿子连个落脚的礁石都不会剩下。陈建海，选吧，是保住你那不值钱的面子，还是明天去海边给你儿子收尸，还是痛痛快快的签字画押，换你儿子一条狗命？我只给你10秒钟考虑。10，抢了绝户的家产，却被步步反杀，如今连唯一的儿子都快死了。给我！你太毒了！9、8、3、2，我签！我签！起锚，启动柴油机。起锚，启动柴油机，把大灯全部打开。雷将军，出来干活了！全速前进，目标骷髅岛。今晚咱们去会会那里的深海巨不斗。陈老板，前面就是骷髅岛的暗礁群了。潮水太高，礁石全藏在水底下，咱们这钢铁大船吃水深不能再开了。要是撞上主礁，这大船也得交代在这儿。停船，抛锚定住身位，把船上所有的探照灯全给我打向10点钟方向的那块孤礁。鲨鱼要咬过来了，我们要被蒸吃了！大船，村里的大船来救我们了！爸，是你叫人来救我了吗？快开过来啊！耀祖，大船过不去，底下全是暗礁，靠过去就得船毁人亡。那我们怎么办？
海水已经淹到下巴了，鲨鱼马上就要压死我们了。程耀祖，你爸已经签了字画了押，把村长的位置和房子都吐出来了。你的这条命现在是我陈默的。是你，陈默？怎么是你？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今天是谁在主宰你的生死？黑将军，去！这到底是只什么神仙怪物？黑将军，接绳！陈默，拉呀，快拉呀！起！陈耀祖，知道我为什么救你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让你死在海里，太便宜你了。我要让你活着回到村里，看着你们家滚进那间破茅棚里，过那种生不如死的日子。大强，满座掉头，咱们回村。大强，满座掉头，咱们回村。爸，救我！穿保安制服的人怎么来了？我不要去坐牢啊！陈默，你居然报保安！我们可是签了协议的，我已经答应把村长位置和房子给你了，你怎么还能把保安招来？陈建海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我只答应把你儿子从海里捞上来，我什么又答应包庇他犯罪了？半夜携带和引爆中开山列管，炸毁船只，这么大的爆炸声，县里巡防的缉私艇早就听见了，用得着我报警？陈耀祖是吧？有人举报你们昨晚非法使用烈性炸药，现在人赃并获，跟我们回站里走一趟吧。我错了，我没想炸船，我就是想去骷髅岛捞点海参。都是我爸，是我爸说那岛上有宝贝我才去的。你们抓他，别抓我！你这个逆子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有什么话回问话室去说，带走。乡亲们都做个见证。昨晚台风天，陈建海为了求我出船救他儿子，自愿签下这份协议。第一条，交出村委印章，主动辞去村长职务。第二条，立刻归还强占我陈家的红砖大瓦房。第三条，当众宣读罪己书。我不认！你个没良心的，你把我儿子送进大牢，现在还要抢我的房子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！我跟你拼了！王翠萍，白纸黑字红手印，这是受法律保护的合同。你儿子用炸药炸沉了你们家唯一的机动船，现在还要面临巨额罚款和判刑。你如果不搬，我现在就拿着协议去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到时候连你们家里那点破锅烂碗全得拿去抵债。别喊了，别喊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陈默，你赢了，印把子在这儿，房门钥匙也在这儿，我们搬。真是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呀。1个月前，陈建海把陈默赶出家门的时候，多嚣张啊！这才多长时间，全还回去了。呸！活该！平时霸占摊提欺压咱们，现在遭报应了吧？老天爷有眼啊！陈默，你把我们逼到这份上，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你让我们今晚住哪儿？怎么没地方住？1个月前，你们不就给我和小丫指了一条明路吗？海滩边上那个漏雨的破茅棚，我前几天刚搬出来，还没塌。你们今晚去住正好，那里可是个风水宝地，能听见海龙王唱歌呢。你让我们去住那个死人住的破茅棚？怎么，我妹妹发着40度高烧都能住，你们这身强体壮的住不得？当初你把我们扫地出门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今天？我只是把你们加在我身上的一切，
原封不动的还给你们而已。这就是你们的报应，受着吧。老天爷呀，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啊！这破地方连个挡风的墙都没有，我怎么睡啊？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啊！我的红砖大瓦房啊，我的席梦思床啊，这破地方连个挡风的墙都没有，我怎么睡呀？哭就知道哭！要不是你儿子贪得无厌去诈岛，我们能落到这个地步吗？完了，村长没了，房子没了，儿子进去了，我陈建海这辈子算是彻底完了。哥，你听我读这个字，是海，大海的海。对，大海的海。小丫真聪明。大海那么大，骷髅岛只是一个起点。既然老天爷给了我重新洗牌的机会，我就要把这个盘子做到谁也掀翻不了的地步。同志们，1983年是我们县经济腾飞的一年。今天我们要表彰一批靠劳动和智慧发家致富的先进代表。接下来我要宣布本年度咱们县首富，也是全县唯一的特级万元户得主，他就是来自海崖村的个体渔业承包户陈默同志。经统计，陈默同志本年度的个人银行储蓄额达到了极其惊人的15000元，15000块！我的天哪！咱们整个服装厂300多号工人，一年的纯利润加起来也没这么多呀！这海崖村的陈默到底是何方神圣？陈默到底是何方神圣？陈默同志，年轻有为啊！你给咱们当地的创业青年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讲两句吧，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创业经验。感谢县里的表彰。大家觉得15000块钱很多，但在我看来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大海里的财富是无穷无尽的。今天借着这个机会，我宣布一件事：我准备在海崖村正式成立海村水产合作社。我还要带着村里那些真正肯干活、肯吃苦的穷苦渔民，一起把咱们县的海产品卖到省城，卖到全国。一起把咱们县的海产品卖到省城，卖到全国。陈老板，您这又是从县城买什么稀罕物了？这么大个箱子，是双缸洗衣机吗？什么洗衣机？你们都睁大眼睛看好了，这可是咱们陈老板托县长特批的侨汇券，花了整整1800块钱。从省城百货大楼拉回来的21寸大彩电。啥？大彩电？咱们全镇连一台黑白电视机都没有，陈老板竟然买了一台彩色的，还是1800块。今晚全村人都来我家院子，咱们一起看彩电。陈老板大气，陈老板大气，陈老板活菩萨呀！我们这辈子还没见过电视机里的小人是怎么动弹的呢。乡亲们，我陈默今天不仅买了大彩电，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宣布：海崖村水产合作社今天正式成立。我现在需要招收20个船员和10个分拣工，只要你踏实肯干，不偷奸耍滑，跟我签了合同，出海捕到大货，另外还有提成，年底有奖金。哑巴叔，你的水性全村第一。别人欺负你，我不欺负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合作社的捕捞队大队长，每个月给你开50块。我签，我这条命以后就卖给合作社了。谁以后要是敢在陈老板背后使绊子，我拿鱼叉捅死他。算我一个，陈老板给我们吃肉，我们就是陈老板的兵。是彩色的，真他娘的是彩色的呀！那人穿的衣服是红的，那草是绿的，太神了，太神了！老师方长，哇，比可口的皮影戏好看1万倍！哥，这电视机太好看了，你真厉害，你把全村人都变得好开心。只要小丫开心，
哥以后给你买更大的电视，买最好的东西。陈建海靠恐惧和剥削统治海牙村，最终众叛亲离，而我要用绝对的实力和财富，打造一个水泼不进的铁桶江山。2号船的带鱼赶紧过秤，手脚麻利点儿。省城的张老板还等着这批货下锅呢，别把冰块弄化了。哎呦，大家快看，那不是陈耀祖吗？他从县拘留所里放出来了。哟，这不是咱们海牙村以前的太子爷吗？怎么从局子里出来，连身囫囵衣服都混不上了？听说你在里面因为非法使用炸药，踩了足足半年的层纫机啊！站住！你来干什么？合作社种地，闲杂人等不准进。你还想来搞破坏是不是？你还想来搞破坏是不是？大强哥，强哥，我不是来捣乱的，我想见见陈默，不，见见陈老板，求您通融一下。找我有事？陈默，我出来了，我爸妈在茅棚里饿了3天了，村里没人愿意借粮食给我们。以前是我混蛋，是我不是人，看在咱们好歹都姓陈的份上，你给我条活路吧。你这合作社这么大，缺不缺记账的？或者看大门的也行。程耀祖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当初你霸占人家房子，把人家逼去断头招的时候，怎么不提你们都姓陈？现在饿肚子了，跑来攀亲戚了。陈耀祖，收起你那套苦肉计。我早就说过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亲情可言。我知道了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我的合作社不养闲人，我的合作社不养闲人，也不给任何人嗟来之食。这里没有白拿的工钱，更没有给你做办公室记账的好差事。看到那边那个池子了吗？那是肥料池，那里的废料需要人每天穿着防水裤下去，用铁叉不停地翻动发酵，极其耗费体力，而且味道3天都洗不掉。村里没有一个人愿意干这最底层的苦力。你去发酵池当掏粪工，从早干到晚，1天5毛钱，不管饭，但在食堂可以按成本价买粗粮窝头。陈默，你这是故意在羞辱我们！耀祖好歹也是读过初中的，你让他去掏最脏最臭的臭鱼烂虾，你这是把他当牲口使唤！工作我给你了，规矩就是这个规矩，1天5毛钱，凭你自己的力气吃饭，不偷不抢，爱干干，不干，现在就给我滚出我的码头！耀祖，你干什么？咱们就算饿死，也不受他这个绝徒的窝囊气。饿死？你叫我去炸岛的时候，怎么不说会死？我现在是个有案底的废人，除了这里，全县还有哪家工厂敢要我？我不想再饿肚子了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啊！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啊！以前仗着他爹是村长，把陈老板往死里整，现在倒好，沦落到这步田地，连头都抬不起来了。哼，陈老板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要是换了我，这种白眼狼，饿死在路边我都不会多看一眼。杀人诛心，陈阳祖，这发酵池里的恶臭，就是你这辈子洗不掉的印记。你就用你的下半生，在这里慢慢还你的债吧。哥，你快帮我看看，我这几本书要不要带去京城？首都大学的图书馆里应该也有这些书吧？好。带什么书？去了京城，缺什么哥给你买最新的。你可是咱们海牙村第一个考上首都仲长大学的状元，就算把整个百货大楼给你搬过去都行。哥，谢谢你，
要不是你当年拼了命赚钱送我去省城做眼角膜手术，小丫现在还是个只能在黑暗里等死的瞎子。傻丫头，就算天塌下来，哥也给你顶着。现在天不仅没塌，咱们还把它捅破了。你去京城好好读书，外面的世界很大，哥的生意以后还得靠你这个高材生来帮忙打理呢。陈总，送大小姐去火车站的车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亲自开车，保准让大小姐风风光光的去京城报道。好，大强，路上开稳点。小丫，去吧，到了学校记得给哥拍电报。哥，我放寒假就回来看你。还有，你帮我多陪陪黑将军，他最近好像越来越不爱动了。老伙计，今天有你最爱吃的金枪鱼，大强他们刚捞上来的，新鲜的很，尝一口。吃不下就不吃了，不吃了。4年了。我还记得台风那天晚上，你在暗礁上跟海浪拼命的样子。要是没有你给我叼上来的那2只双头豹，小丫的病治不好，我也走不到今天。骷髅岛的血燕窝，乱石滩的大黄鱼，还有那天晚上，你犹如天神下凡一样，一头扎进海里啄下那条大白鲨。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是我的兄弟，是我陈默这辈子最骄傲的将军。大夫说你器官衰竭，连飞翔都很吃力了。没关系，以后哥养着你，你就在这别墅里，天天看着海，哥给你养老。黑将军，你干什么？你现在身体不能乱动。将军，去吧，那是你的海，那是你的家。老伙计，一路走好。你的传说，陈默给你记着，这片海给你记着。陈总，今年下半年的造船计划已经做出来了，省城那边的银行批了咱们500万的贷款。您看这笔钱，咱们是先建领枪，还是再买2艘远洋捕捞船？造船和建冷枪的计划先往后推，这500万我要拿出来干一件大事。这500万我要拿出来干一件大事。推迟？陈总，现在正是咱们抢占全国市场的关键时候啊！这500万不拿来扩张，您要拿去干什么？我要在这里断头礁建一座全亚洲最高最亮的航标灯塔。断头礁？陈总，您疯了！那里暗礁密布，洋流跟绞肉机一样，咱们的施工船根本靠不过去。别说建灯塔，就是在那里打个桩子，成本都是天文数事啊！这500万砸进去，连个水花都听不见。我陈默做事，不全是为了经济回报。当年是我在断头礁的死局里把黑将军拉了上来，也是黑将军在断头礁给了我逆天改命的第1桶金。那里是海牙村的鬼门关，不知道吞噬了多少出海人的性命。我要在这鬼门关上点亮一盏永远不灭的灯，我要让每一个在风暴中迷失方向的海牙村渔民，只要抬起头就能找到回家的路。别说500万，就是砸进去1000万，哪怕动用直升机吊装水泥，这座灯塔也必须给我立起来。陈总这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为那位老战友树立一座永恒的丰碑啊！这么大的石碑，陈老板花了大价钱立在这儿，怎么连个字都不刻？这么大的石碑，陈老板花了大价钱立在这儿，怎么连个字都不刻？好歹刻上陈默出资，这也是千古风光的好事儿啊！这块碑不是为我立的，是为一位在深海中长眠的将军立的。真正的传奇，不需要用人类苍白的文字去歌功颂北。他在这里，这片海知道，这风知道，这就足够了。
至于那些心术不正的人，早就烂在泥里了。船长，风力已经突破14级了，导航系统受到强磁场干扰，全失灵了。我们不知道现在在哪个坐标，再这样下去，船体在暗礁区解铁的。别慌，稳住舵盘，把船头给我死死对准12点方向。12点方向什么都看不见啊，是一片死海啊！光是灯塔的光，我们找到航线了。满舵，顺着光的方向回家。船长，你听见了吗？风里面好像有老鹰的叫声，可是这么大的台风，怎么可能会有鸟？傻小子，那不是普通的鸟，那是咱们海牙村的守护神。村里的老人们世世代代都在传，那是老黑将军在保佑咱们呢。只要那座灯塔还在亮着，只要那块无字黑碑还立在断头礁上，咱们海牙村的出海人就永远有回家的路。老伙计，海牙村的人都过上好日子了，大海的传说也该由下一代去书写了。